不保留。注意看，眼前的这个日本狂人竟然放狠话，要将咱们中国小伙打废，结果却被咱们河南小伙重拳一顿暴揍，差点去见阎王，甚至在擂台上站都站不起来。赛事方只能将比赛给叫停，将他送往医院。简单介绍一下，眼前这个光着膀子的日本选手，正是今天要遭暴揍的三轮玉树。此人来中国打比赛，只为了捞金赚门票，并且1年内连续击败了15位中国选手，至此也变得狂妄至极。在他眼中看来，中国选手不过都是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细狗，在日本武术面前完全没有任何可比性。不过很快，他也迎来了他的下一位中国选手武僧义龙的大徒弟薛深圳。武僧义龙相信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但是他的弟子薛深圳应该还有很多人是初次了解。薛深圳像义龙一样，同样都是有着报国之心，在擂台上专门暴揍那些嚣张的外国选手。得知近期有位狂妄的日本选手来咱们中国挑战，也是很果断的接受，并且放下狠话，一定会让他在擂台上舒舒服服的睡上一觉。那么比赛开始前，还希望屏幕前的各位帅哥美女能点赞支持。小编在这里祝大家早日赚到100万。那么比赛开始，蓝色全套的这位是日本选手三轮玉树，红色方是咱们的中国选手薛深圳。看来今天日本选手是有备而来，比赛才刚开始就直接将攻击节奏给拉到最快。薛深圳一看这可不行，果断尽地主之谊，让他尝尝咱们的中国重拳，说什么也不能给自己的师傅武僧义龙丢脸。对啊，这是今天晚上的第一场比赛，对，第一局两个人都拼得很凶啊，是2位都是拼命三郎。那我们这个日本选手三轮玉树，他来自于这 K1 俱乐部啊，目前和日本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武尊是在同一个拳馆来训练的。然后他说，这一次他抱着这个武士道精神啊，就算被击倒也要拼到底，拼到底。那么薛深圳也是一位拼打能力很强的选手，也是河南人啊，虽然叫深圳，但他河南人是其实他有着战斧之称啊。是，他是在在做一些家里的活。有一次是跟爸爸赶羊去市集啊，看到这个武校的招生海报，才开始去训练的。很能吃苦的一位这个选手，是的，那么进步也很快。薛深圳这位小伙子在平日里训练十分的刻苦认真，不过性格一直都是十分的温顺，基本上也不怎么喜欢说话。但是只要对手是日本人，薛深圳就会拿出自己200%的实力来对待。大家可别忘了，薛深圳这位选手可是武僧义龙的大弟子，他的技术水平我们完全可以放心。年纪轻轻就已经拿到过多次金牌，未来一定能够成为顶级选手。多样化是啊，击打的这种点更多了，还有正规化的啊，对，正规化更加细腻了。是因为薛深圳他个儿太矮了，在这个量级里面其实几乎所有选手都比他高的。所以他必须要跳起来，用超人拳啦，用跳膝来争取他的高度。待会儿会把它使出来。是在身高上他是没有优势的，其实，那么他一直在找这种突破，对啊，找这种优势啊，基础比较多，一上来啊，对。那他2位选手在擂台上就像是冤家路窄一样，在擂台上的拼拳频率全程保持直线上升，估计都想在比赛结束前将对手给终结 KO。因为真正的强者往往都不屑于将比赛结果交给裁判。不过2人的实力差距目前来看并不算大，薛深圳身为一个年轻小将，竟然能够和比他大5岁的日本老将打得有来有回。看来薛深圳这些年在武僧义龙的麾下也是没有偷懒，一直都在勤学苦练。武秀就是用他的低砍踢把对手 TKO 掉了，所以今天他又用了这一招出来了。是，那么在这一段的比赛，三轮玉树啊，也在这种打法几乎很相近，也在砍踢，是啊，打完拳之后的砍踢，杀伤力也很大。对，那么2位选手的技术特点还很像啊，3拳1腿，是，包括这种都是打这种中近距离，2个人都不退，都顶着头在打。对。那今天三轮玉树打的是比较重击，但其实他如果打快速的话，左右连拳是相当的快，跟机关枪一样。是，对，可以说是又快又重啊。对。然后三轮玉树他有一个短板，是他头部的抗击打能力有点问题，就很容易被击倒。很容易被击倒。是啊。现在比赛来到第2回合，在上回合2人一整个回合的试探中，我们也能感受到日本选手三轮玉树叶和薛深圳一样，2人都是拼打型选手，就像是有着一股子倔劲一样，谁也不服谁。在第2回合刚开局，2人也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进攻节奏依然保持在线，反而将命中率给提高了不少。命中之外还要有位移，这样才会在打分上有优势。是。那么在第1局当中，这个蔡老师也讲了，这个三轮玉树的这种抗击打可能是他的薄弱地方。头部。对。那么这个薛深圳也一直在找这种重击啊，是重击的机会啊，又是一个摆拳。是的。有些选手他已经受伤太多次，所以他变成脱离架，习惯性的，对，习惯性的被击倒。
好，两边极负。说到这个极负啊，其实有水平的勾的，也有斜上勾的，也有斜上勾的。对，那洪翔你比较喜欢这个水平还是斜上？日本选手的进攻节奏越来越快，薛深圳也不打算和对手硬刚，果断将战术打法调整，选择放慢进攻节奏，进行防守反击。这样的好处就是可以提高出拳精准度，并且将自己的体能得到恢复。对，这个大摆拳非常有威胁。对。那武林风除了在打分上啊，会标准化之外，连在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画面的我们画面的左下方也有这个倒数了，时间倒数。对，这个在全民的千呼万唤之下，我们的倒数计时就出来了。是。所以有这倒数计时的时候啊，有暂停的话，裁判手势会做一个手势，那下面的计时会按暂停，让大家更清楚到底这一回合剩下几分几秒。对。那么在这一段的击打当中啊，这个薛深圳这个用了几记这个摆拳，后手的摆拳加。薛深圳的体型在众多拳手中不算有优势，但是每次出拳都十分的有爆发力，只需要稍微加快一些进攻节奏，就能打乱对手的攻势。日本选手也很是不服气，不过此时气焰已经被压灭，明显老实了很多，刚打算反击就被薛深圳重拳打脸。30下以上。那换算来说，就是1秒钟至少180次，180次这种心跳。对啊。但是不能超过200次，200次太高了，太高了，很有危险。对所以要注意一下。所以说，运动员在上面调整和分配自己的体能，包括心跳的心率。对啊。又是一个后摆拳，选手2个摆拳。因为有时候你想调整啊，对方不给你机会，不给你机会啊。所以平常要做足这准备。第一个是车轮战嘛，就是说可能。直接要轮你9回合，是3回合要轮你9回合。好，哦，真的是两个人的拳都很重啊。对，况且输出的这个频率一直。现在比赛来到第3回合，两人继续保持之前的高频率的组合连击。不过日本选手在第2回合出拳消耗体能有些过于明显，薛深圳还知道放慢节奏缓一缓。来到这回合之后，日本选手就开始出现气喘吁吁的情况了。所以也放慢了攻击节奏，不过此时的他状态不佳，一个没有反应过来就被薛深圳给一拳放倒了。也不知道是薛深圳重拳威力太大了，还是日本选手被打傻了，竟然连站都站不稳了。你可以透过慢放再来看一下，一拳，哇，这一拳，这是两个人在拼拳的时候抓住了一个空档，一个前摆，这相当大的一个高难度的动作。拼的是力量，拼的是对空档的把握，对，推的是拳的路线。最终比赛终于结束了，薛深圳也是不负众望，成功的赢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那么你觉得身为武僧一龙的大徒弟薛深圳的表现怎么样？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下期不见不散。